大家好，我老肉。今天咱来说植物界的一个奇迹，就是竹子。那么让竹子称得上奇迹的一点就是它长得快。说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就是竹子，甚至有些竹子长最快的时候，一天就能长1米多，就很离谱。那么虽然都知道竹子长得快，但是竹子为什么要长那么快，就很少有人想过。有研究说跟恐龙有关系，听起来有点玄妙啊。待会儿咱就来说说竹子跟恐龙到底有什么关系。然后再一个，竹子还有个很传奇的事儿，就是竹子开花。咱大多数人印象呢，竹子好像不会开花，是吧？实际上常见的竹子确实不怎么开花，有些30-50年才开一次，有些甚至120年、130年才开一次，绝对属于是活久见那种的。但是，一旦某个地方的竹子开了花那可不是什么好事。有种说法说它是灾难的预兆，当地往往就会出现饥荒瘟疫这些个大灾。而且这种事儿历史上还真有不少记载，不是随便瞎说的。所以竹子开花的奥秘也很值得了解一下。然后再一个就是竹子对人类来说呢，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，尤其是中华文明，其实竹子的贡献非常大，有物质上的，也有精神上的。而且作为植物界的奇迹竹子的作用可能还被低估了。另外再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以竹为生的各种动物们。第一个当然得说大熊猫是吧？要不是竹子的话，这货可能都不知道灭绝了多久了。它们属于是完全离不开竹子。然后其他动物呢，其实也有很多吃竹子的。竹子作为一种食材也有很多有趣的话题。所以今天这期咱就来好好认识一下竹子。那么竹子虽然看起来高大威猛有些能长到几十米高，但实际上呢，它们并不是树木，本质上是一些巨大无比的草而已。生物学它们属于禾本目禾本科的竹亚科，跟它关系最近的是早熟禾亚科和稻亚科，也就是小麦、大麦、水稻这些主要的粮食作物，竹子跟它们是亲戚。当然作为草本植物呢，竹子也不是典型的草本植物，它们地面上的茎，也就是竹杆各方面都更像是木材，虽然没有年轮，但是有很明显的木质特性，所以管竹子叫木质化草本植物更合适一些。总之就是非常特殊、非常另类的植物。然后说世界上现存的竹子大约有1500多种，主要有3大竹区，就是亚太竹区、美洲竹区和非洲竹区，其中大部分竹子生长在亚洲，占了900多种。那么各种竹子大小呢，差别非常大，高度能相差1-2千倍。比如最小的竹子大约也就2厘米高、2毫米粗，放在草里面都算是特别小的，说明这些竹子好歹没忘了自己是根草，是吧？然后世界上最大的竹子是云南的巨龙竹，巨龙竹一般能长到30多米高、30厘米粗，已知最高的竹王竟然有46米高、36厘米粗，竹笋钻出来就跟一个个小塔似的，真的是非常夸张。然后从竹林的形态来说呢，竹子大概可以分为2类，一类是散生竹，一类是丛生竹。丛生竹的话，比如刚才说的巨龙竹就是丛生竹，还有像是麻竹凤尾竹之类的，它们从地下发出来的竹杆都聚在一起，长得很密，形成一丛一丛的效果这种的叫丛生竹。一般像是热带地区高温高湿的环境，丛生竹比较多。然后散生竹呢，你一看就不一样，它们的竹杆之间比较分散，互相之间有距离，不会扎堆。常见的比如说桂竹毛竹紫竹，这些都是散生竹。那么跟丛生竹相比散生竹通常更耐寒一些，喜欢稍微干燥有风的环境，所以你像亚热带和温带的竹林一般都是散生竹。然后散生竹的英文呢也挺有意思，叫 running bamboo， 奔跑的竹子。而且这个叫法其实非常形象，因为散生竹扩散的方式真就像会跑一样。说它们除了地面上的竹杆之外其实地底下也有茎，横着长的叫根茎或者竹鞭。这些竹鞭呢，偶尔会暴露在地面上，但绝大部分都悄没声的在地底下扩张，跑来跑去，跑到个有空的地方，就在那儿生出个竹笋来，然后长成棵竹子。你看竹林里那么多竹子其实都是这么一颗一颗跑出来的。所以有时候整片竹林很有可能就是同一棵竹子，全都连在同一个竹编网上，这可以说是散生竹最大的一个特点。当然不管是散生竹还是丛生竹它们有一个特点是一样的，就是竹笋都长得特别快。那么这个事儿呢，就得从竹子和恐龙的渊源说起了。有个问题大家可能没想过，就是地球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竹子的？
那么竹子的祖先，也就是原始的禾本类植物啊，它们完整的化石只能追溯到5600万年之前，所以以前都以为说它们是恐龙灭绝之后才出现的。不过后来呢，有科学家研究恐龙的粪便化石，发现了一个细节，说里面有很多二氧化硅的成分。二氧化硅代表什么呢？它就是禾本类植物的一个典型特征。禾本类在茎叶表面掺杂了二氧化硅啊，食草动物嚼起来就更费劲了，相当于是它们演化的一种防御机制。然后根据这个发现呢，就推测说食草恐龙很有可能就已经开始吃禾本类植物了，也就是竹子的祖先们。所以这么一来啊，竹子这种惊人的生长方式就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说竹笋破土之后啊，马上就会开始疯长，不过它粗细呢，钻出来的时候就定了，竹笋多粗，竹子就多粗，这个不会再变化。它会把所有能量啊都用在长个上。很多竹笋一天就能长高几十厘米，有些特别大型的竹子，你比如说桂竹啊、毛竹之类的，最快的时候一天能长高1米到2米，大约不到2个月就能超过20米，然后3到4个月身高就算长足了。这辈子活个几十年、上百年，它都不会再长个，就这么另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把竹生比人生啊，相当于说姚明刚3个月大就2米多了，你说多吓人是吧？所以竹子这么急不可待的长个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科学家们分析，可能就跟恐龙有关系。因为你想，就恐龙那个体型、那个饭量，对植物来说压力肯定特别大。然后竹子跟其他树木呢还不一样，其他树木就算是被恐龙啃，也只不过啃掉一些枝叶，以后还能长出来。竹子可是连主干都要被啃断了，破坏程度那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。所以恐龙这个选择压力啊，就逼着竹子必须要长得快才行。它要趁恐龙还没来的时候，就赶紧窜到高处去，然后让竹竿硬起来，避免被恐龙彻底毁掉。这可能就是竹子长得快、长得高的演化动力。那么长得快的动力是有了，怎么实现呢？竹子为什么可以长那么快呢？有个说法叫竹子定律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？说的是把一个人的成功比作冲天而起的竹子，你看到的是他势不可挡取得了成功，但是你没看到的是人家多年以来的积累，说的是厚积薄发这个道理。那么竹子之所以能冲天而起啊，也是因为它积累的好。刚才说了，说竹林地底下其实早就长满了竹鞭了，只不过地面上看不见而已。然后这些竹鞭除了吸收水分和养分之外呢，它们还有个储存作用。也就是说，竹笋疯长需要的能量啊，它们事先都储备好了，竹笋长再快也能供得上。然后再一个呢，就是竹子的茎它都是分节的，有一个一个的竹节，这些竹节每一节上面它都有分生组织，也就是说每一节都可以单独生长，不像其他树木啊，只有末端可以生长。而且再一个说，竹笋破土的时候啊，其实竹节基本上都长齐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它有40节的话，就相当于别人40倍的生长速度。所以才跟开了挂似的，它是这么回事。那么作为世界上长得最快的植物，而且还分布得非常广泛，好多动物以竹为生啊，就显得非常合理了。其中跟竹子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大熊猫和人类。说人类利用竹子的历史啊，可以追溯到1万年之前，在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啊，都发现过相关的考古证据。那么说起来呢，这也是理所当然，因为竹子这种材料它确实好用，是吧？比如你砍几根竹子，拿藤条一绑，就可以做个竹筏在水里划了。河流湖泊多的地方就很方便。然后人类定居搞农业就得盖房子，周围有竹子的话是一种非常靠谱的原料，因为竹子不管是强度还是韧性啊，都很适合盖房子。就说它们同等质量的拉伸强度甚至比钢材还要好。所以你看，即便现在来说的话，好多建筑工地的脚手架还是用竹子，尤其是香港，搭竹棚还成了香港的一个特色。当然这里面主要还是成本因素啊，不过至少说明在强度方面竹子还是相当可以的。然后说日常生活当中呢，用竹子那就更多了，比如古人用的竹简，对中华文明那可以说非常重要了，可以说汉字系统啊基本上就是在竹简上完善的。另外包括春秋战国时期啊，还有秦汉时期的著作也都是写在竹简上。然后日用品的各种竹篮啊、竹筐、竹家具之类的，还有你吃饭用的竹筷子、喝茶用的竹插盘、吃烧烤穿肉的竹签子、吃完了剔牙的牙签啊，好多地方都用到竹子。而且这个你看汉字啊也能看出来，说汉语当中竹字头的汉字有多少呢？至少有200多个，就说明中华文明跟竹子那绝对不是一般的渊源。然后竹子呢还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环保，是吧？
典型的可再生资源，而且还再生的那么快。所以我觉得竹子制品还是应该提倡的，尽可能用竹子代替一部分塑料，那绝对是好事。那么除了用之外呢，竹子也离不开吃的话题。竹笋肯定都吃过是吧？当然竹笋的味道啊，个人口味不同，可能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。但是咱们亚洲这边那绝对算是很常规的食材，可以说只要产竹子的国家都有各种各样竹笋的吃法。不过有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竹笋里面含有一定的氰化物，有点毒性，所以必须完全煮熟了才能吃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然后竹林还有一种副产品呢，就是竹荪或者叫竹笙。竹子腐烂之后就会生竹荪，它们是一种菌类，长得像穿了条长裙一样，这也是种美味的食材，一般用来煲汤喝比较多。好了，说完了人类和竹子的渊源啊，再来说动物。最有名的当然就是大熊猫。说大熊猫99%的饮食都是竹子，不过它们这么爱竹子呢，其实有点矛盾，因为这些家伙本身来自于食肉目，祖上是吃肉的，而且就算演化到现在啊，它们的消化系统也没适应吃竹子，其实每天都消化不良。这里面的奥秘，等以后说大熊猫的时候咱再详细说。然后除了大熊猫之外呢，还有很多动物也喜欢吃竹子，比如说亚洲这边的还有小熊猫也爱吃竹子，非洲那边的大猩猩、黑猩猩、大象这些动物也会吃一些，尤其是山地大猩猩啊，特别喜欢嚼嫩竹子，特别香脆可口那种感觉，看着都过瘾。看来金刚的设定爱吃竹子也很合理啊，是吧？另外还有种动物呢，得专门提一下，就是马达加斯加的竹狐猴。竹狐猴和大熊猫一样啊，属于是高度依赖竹子，别的基本上什么都不吃，所以人类大量砍伐竹林对它们影响非常大，现在已经是极度濒危物种了，有灭绝的风险。那么这些动物以竹为生啊，除了人类带来的风险之外，其实竹子本身也有个风险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雷。那么这颗所谓的定时炸弹呢，就是神秘的竹子开花事件。说1908年的时候啊，出了个特别奇怪的事儿，就是有2个地方的毛巾竹啊，竟然同时开花了。所以这事儿奇怪在哪呢？一个是因为毛巾竹这种竹子真的是很少开花，从古代文献来看的话，它差不多是120年才会开花，真就是100年不遇的概念。然后再一个呢，说同时开花这俩地方很不寻常，一个是在日本野外的山上，一个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。也就是说，相隔近1万公里的毛巾竹啊，竟然有同步的开花周期，就很离谱。而且类似的案例呢还有很多，其他好多几十年、上百年一开花的竹子，就算生活在不同地方、不同环境里，也被发现有同步开花的现象，就好像它们基因里有种计时器一样，时间一到，大家陆陆续续就都开了，特别神奇。而且来说，竹子这个计时器呢很不一般，它有点死亡倒计的意思。因为开完花之后啊，竹子往往就会枯萎死掉，所以同一种竹子同时开花的话，就会出现整片竹林全都枯死的情况。比如刚才说的毛巾竹，距离上次开花的1908年，马上又到120年了。现在日本的毛巾竹已经有开花的迹象了，有个别提前开的。据说2028年这一波啊，全日本的毛巾竹很有可能会全部开花，然后枯死。到时候所有的毛巾竹林都会消失，这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会非常大。而且竹子开花在很多地方呢，还被认为是不祥之兆。比如说印度东北部孟加拉湾周边啊，历史上就有比较完整的记载。最早的记载是1863年的时候，当地爆发了饥荒啊、鼠疫啊这些灾害。然后再往后呢，是1911年、1959年、2007年，也就是说每隔48年发生一次，而且每次受灾啊，全都发生在竹林开花之后，就这么诡异。当然现在来说呢，其中的奥秘已经被搞清楚了，原来跟老鼠有关系。说竹子一开花就会产生大量的种子，有些跟稻米一样被叫做竹米，有些像水果一样被叫做竹果，这都是它们的种子。那么一个地区的竹林同时开花结籽啊，就会在短期内产生大量的种子，所以这泼天的富贵呢，就砸到老鼠们头上了。它们趁着食物充足，开始疯狂的繁殖后代，也就大约7到8个月啊，竹林里就会熟满为患了。不过这时候呢，竹子的种子要么老鼠已经吃掉了，要么已经生根发芽了，没吃的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老鼠大军就只能是倾巢而出，到周边的村庄里找吃的，祸害庄稼、偷吃粮仓之类的。所以饥荒啊、鼠疫啊就是这么来的。这就是竹子开花被认为是不祥之兆的原因。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呢，就是同一种竹子为什么要几十上百年一次同步开花？其实这个事儿啊，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说法，
主流推测呢还是跟老鼠有关系。说竹林平常不开花不结籽，也就养活不了多少老鼠，无形当中就控制了老鼠的数量。然后等大量结籽的时候呢，这个数量的老鼠肯定吃不掉所有种子，总有能落地生根的。竹子就是靠这么个策略来确保成功繁衍。那么虽然开花当年老鼠繁殖了很多啊，但是因为后面竹子又不开花结籽了，所以老鼠的数量很快又会降回去，一直到下一个开花周期，就这么循环下去。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竹子为什么要开花？不开花不行吗？其实这是一个新老交替的过程。说竹子不开花，靠竹笋无性繁殖也行，但是几十上百年之后呢，地下的竹编基本上都老化了，吸收水分啊、养分的效率就会降低，所以竹子才会把所有能量都用在开花结籽上，来一次推倒重建。这也是竹林保持生机和活力的一种方式。只不过对于大熊猫啊、小熊猫这些动物来说呢，这事儿就不太友好，它们只能是赶紧跑路啊，去找其他品种的没开花的竹子。所以竹子的多样性在这时候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那么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啊，竹子有非常特殊的意义。比如苏轼有句诗叫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，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你看谁家里没竹子，谁就是俗人，可见竹子有多重要，是吧？另外大家都熟悉的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里面就有竹子，山水画里面经常能见到。竹子代表节节上升的意思。然后岁寒三友松竹梅里面也有竹子，说的是他们在严酷的寒冬时节啊，仍然叶子常绿，生命力旺盛，有一层顽强和长寿的意思。另外竹子还有一些细节寓意也很好，比如竹竿里面是空的，代表虚心，一节一节的竹节呢，代表有气节，然后竹竿高耸挺直，可以代表昂然和刚正不阿，被积雪压得再弯也不会断掉，这代表韧性。等雪化了呢，竹竿自然又挺直了，这叫能屈能伸。总之你要往好了说啊，竹子浑身都是优点。当然你要往坏了说呢，也有竹子的坏话。比如明代文人谢晋有副对联就不怎么待见竹子，叫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，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。他把那些徒有虚名、没有真才实学、脸皮还厚的人比喻成了竹笋，说竹笋肚子里都是空的，只不过外表很强壮而已。而且其实他这么说呢，虽然感觉有点损啊，倒也蛮形象，是吧？不过好在啊，人家竹笋呢长得非常快，只要蹿得足够高了，开始抽枝散叶变竹子了，也就没人再说它损了。